今天聊一个纯八卦的话题，关于我自己的一个八卦的话题，大家也纯粹当个乐子听。我是个反面教材，在这个话题里，千万别学习我啊！反面教材啊，就是在我做的这些事情里，大家不要涉及。但是呢，你们反正都有一些窥探隐私的爱好，所以就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乐子，好吧？我这辈子呢有一个经验特别丰富的地方。估计呢，你们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没有去过，也没有涉及过啊。我是经常去的，次数比较多，达到了2位数以上。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哪儿呢？就是中国的看守所啊。看守所大家听过吧？监狱、看守所啊，看守所再到监狱。监狱呢，我也去过一次，对，不过是参观。参观。上大学的时候呢，学校组织所有的在校生去北京市第一监狱参观，那个时候才知道监狱里的人是每天怎么生活的，像个小世界一样啊，生活环境比看守所好多了。为啥呢？因为我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去过看守所了，所以呢就知道哦，监狱的生活原来比看守所好多了。当时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主要的工作是织袜子，2种码头并列在一起的袜子，做商标的袜子。那时候那个袜子在北京市场上算小有名气，卖的特别好。以前不知道是监狱产的，去了那儿才是监狱产的，知道了。相比于监狱呢，中国的看守所是中国所有的违法犯罪的人以及那些不违法犯罪受冤枉的人都不愿意多待的地方。就是跟监狱相比，大部分在看守所待的人也特别愿意去监狱，特别是进过监狱的人都愿意去监狱，不愿意在看守所。因为看守所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很变态的，就管理的机制、管理的人都很变态，属于那种进去以后就会把人性按在地上拼命摩擦的这种很厉害的场所之一。全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国家吧，这个我目前的知识反正知道是这样，在一个人没有被明确他确定是一个犯罪分子之前，犯罪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取保候审不会进行羁押违法行为更多的是参加社区活动公益活动等等。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人权有很大的保证，而且对于违法的人呢，他真正对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因为不能够确认其肯定是犯罪分子嘛，所以呢，不羁押也是保证了人身自由，给予公民自由的一个方式。当然了，会根据涉及到案情的大小，很多人会取保候审的时候要交钱，交的保释金有差别问题越大的人交的保释金可能就越多。最近中国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在美国涉案了，在加拿大呢被抓了以后呢，保释交了差不多1个亿保释金，这样子才保释出来，取保候审那一些特殊的情况，极特殊的呢，才会被采取羁押的手段，也就是把犯人关到看守所里面。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也叫看守所中国反正是看守所中国的法律呢，表面上是无罪推定向全世界看齐，发达国家看齐，骨子里绝对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对是有罪推定。就是你可能涉嫌犯罪，那中国共产党是最有权力的一个机构，只要发现你涉嫌犯罪或者违法的人，都会被中国的公安机关进行羁押。羁押的场所就是看守所。中国共产党是主人，所有的人民是奴隶，所以他们不喜欢的人出问题的人，这个时候就先关起来再说，反正是奴隶，没有什么人身的自由。跟大家讲讲，其实我们老说西方的民主跟自由，中国的民主跟自由什么都不用比，就是其他都是扯淡。你只要比一下这个西方人在没有明确违法犯罪的时候对待他的态度，和在中国对于没有明确违法犯罪的人对待他的态度，你就知道谁是有人权的，人的权利的。对中国绝对是没有人的权利的，所以中国各地方大家都知道，看守所全都是人满为患的。中国共产党呢，会把所有涉嫌的涉及的人都先抓起来再说，彰显自己权利嘛那这么一个随便能抓人随便能关人的地方，嘴上说什么东西
啊，自己对于人权对这个对那个，那你要相信，我也不能说什么。我呢，在中国进看守所连10次都不止，2位数以上。最长的一次呢，我的记忆里是在看守所待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最短的一次呢，在看守所只待了2天的时间。这么多次进看守所，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打架。打架呢，因为没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只算是违法。有时候其实也不算没有严重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中国呢也比较有意思，只要你愿意花钱了事儿，被打的人就算他受伤了，他也愿意接钱了事儿。哎，那个时候就无所谓了，双方写一个谅解书就算了。因为都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呢没有被记录成任何犯罪记录。我到今天还是能够在中国的公安系统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在所有中国的各种司法体系里都找不到任何我跟犯罪沾边的事情啊！因为打架这个事儿只能算违法，原因也很简单。高中的时候我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打散打，人都是有惯性的，天天做这种专业的训练啊比赛，就是有时候忍不住在实践中，年轻嘛，想找机会证明一下，我是比你牛的，我会打架，我会打啊！教练经常管着，严肃的对待，发现事情就得开除什么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事情还是搂不住啊，搂不住，想办法找个借口搪塞过去就知道了。违法的事儿，其实不想让别人知道还是很容易的。打的时候，如果人数相差不是很多，跟大家说实话，没有练过和真正专业练过的人是没办法去对抗的。主要是在爆发力和人体的弱点方面啊，人体很多地方其实很脆弱，迅速的抱摔一下或者打击一下啊，低位抱腿等等，就能马上把人摔倒，甚至让他失去反抗的能力。当然了，如果对方特别强壮和特别肥胖啊，动手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人的抗击打能力啊和身体的体积是成正比的。别看有人很胖，好像没那么大劲儿，但是你真打不动他。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拳击啊、摔跤、柔道这种比赛一定都是同样重量级的选手在一起对阵，否则就不公平了。我待过的看守所绝大部分都是北京的，主要是海淀跟朝阳2个地方，某种程度算常客。外地的看守所待过辽宁沈阳、陕西西安和广西南宁的都是一个原因讲了。打架这个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事，年轻人呢精力旺盛，再加上自己修养不够，到今天都不够。大家看得出来啊，到今天我写的东西都是特别锐的啊，想干啥就干啥，一生中对，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想做啥就做啥。所以我也不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以前开集团公司的时候，经常把公司的很多女下属骂哭。所以这么一个脾气，这么一个性格，在社会上遇见问题的时候，一般警告对方就1、2次，对方如果胡搅蛮缠，我基本不再说就动手了。所以这方面呢，我再说啊，必须说我是大家的反面典型，千万别学。现在社会上遇见任何事都要和平解决，关键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以前不出事的原因，是因为2020年以后才有了民法典。民法典出现之前，很多事都可以被忽略不计。现在别说是打架，现在骂人都是要进看守所的，知道吧？所以遇见事情的时候，先要全程录像啊，感觉不对就要报警，但是一定自己不要去打架，不要去动手啊。当时呢，这经常闹事儿打架，还有一个原因，今天想起来都是很可笑的原因，就是因为做了这个事儿可以进行免费的全身的体检啊，国家掏钱。看守所呢是很怕收押的人具有严重的疾病或者传染性疾病的，否则严重疾病的人如果死在看守所啊，或者传染病严重的人引起了其他犯人的传染，看守所都要吃瓜落啊，都要有人担责，有人承担责任了。所以即使对于有严重犯罪行为的，但是犯有很严重的疾病或严重的传染病，比如说艾滋病，一般情况下看守所也不会收这样的犯人，派出所和分局也只能监视居住啊。如果这是涉及到上面督办的案子，必须收押啊，那这个人也只能在看守所里有单独的房间进行特殊的照顾处理了。至于比较轻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是身体就不行，有毛病，派出所抓了也只能放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在北京市海淀区洋房店啊，我从小长大那一片就特别熟悉，认识有一个老头惯偷，
总在翠微路那一带偷东西，每次派出所抓了以后，只能教育一顿就放了。因为这个老人家心脏是有严重的房颤，一直在这弄，随时就可能挂掉。这个房颤一起来，人就死了。所以呢，这种人他出了问题以后，看守所不收啊，劳教也不收，那么就大家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还有劳教啊，现在呢就没有了，那就知道了。派出所也不敢要，这人死在派出所怎么办呀？所以教育一顿走了。所以那个老头老是肆无忌惮的偷东西，派出所拿他也没办法。抓了也没地儿放啊，只能每次教育以后再放了。当然我讲这个不是鼓励大家怎么样啊，只是跟大家讲一个真实情况。进看守所之前都要进行体检，特别是北京的朝阳体检还特别全面，体检的挺好。所以呢，闲了，有时候闲了，你看那个时候真的年轻时候不知道脑子怎么想体检和减肥。你减肥干嘛？这不吃东西。我看守所最多的记录是3天只喝水不吃东西，就是想减肥嘛。对啊，这周五啊，找个机会打个架进看守所，然后关个2-3天，还不耽误下周做的事儿，还能免费做个体检。今天想想自己那时候脑子里一定水是不少的，进水了。不光这么干，还经常在外面炫耀自己进看守所那些记录。哎，我进去了，今儿哪个所啊，又看见谁了。好，不聊自己啊，这些东西都是屁话啊。进看守所之前是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给看守所进行管理的，就是你带的东西出来以后，看守所会再还给你。但是中国的看守所呢，管理这些东西的机制很不完善，所以呢，我在沈阳的看守所的时候待了2天，释放出来以后，就发现我的身份证给我搞丢了，2天就搞丢了，只能专门在审核分局给我开了一个身份证丢失证明啊，坐飞机回北京补办身份证啊。我个人对中国看守所的总结有3点。就是在看守所里你会遭遇什么？第一个就是人格人性会遭遇极大的侮辱，这是肯定的。看守所的目的就是让所有进去的人知道你就不该是个人，对，你就所有的自尊自爱都是必须被剥夺的啊，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看守所。第二个就是身体上尽可能的折磨你啊，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在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坐板啊，一会儿我会解释什么叫坐板。第三呢，就是充分的能够让你体会到社会的各种阴暗面，社会的阶级啊，社会之间各种犯罪行为的交互等等啊。至于说有人能在看守所改过自新，那是纯粹胡说八道啊。中国如果做一个真正的社会调研、社会调查，我相信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在看守所改过自新的，纯粹胡说八道啊。看守所为什么改过自新不了？因为中国所有看守所的管教都是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我跟看守所管教接触很多，后来年纪大点了，一聊就是看着人一说话都是严重心理疾病。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才是永久的罪犯。这些人表面上是穿了一个警察的衣服，但是呢，他一辈子呢，他只能在看守所和犯人待在一块儿，劳改系统的呀。他每天除了回家吃个饭睡个觉，然后又赶到看守所里，不断的和一波新一波旧一波新一波旧的犯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实际上这些人才是一辈子都走不出看守所的犯人，人也能走，他们走不了。那大家想想，就这种环境待几年以后还能是个正常人吗？所以中国的看守所里面的管教精神基本上都很变态，工作时间越长越变态，想着各种方式折磨犯人。真的，我坦诚的说，就是你要是接触过看守所的管教，你跟他们聊，你发现全是流氓，全是黑社会，一水傻子，越是头，那身上的流气跟匪气越重，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些人其实干啥，就是把自己在看守工作中遭遇的精神压力，这么一些东西尽可能传导给在押的嫌疑犯啊，用各种方式去折磨这些人。只有精神变态大小的区分，没有任何没变态的看守所管教，我反正是没经历过，我个人没经历过。所以呢，进入看守所，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万一什么原因进去，最大可能就是被尽力的进行人格的侮辱。你不要跟看守所去聊，我是为了人民，我是为了国家，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屁用都没有。你想想，他们心里都是扭曲跟变态，他能按正常人的思维去看问题、想问题吗？
啊，他愿意的、喜欢的就是把这些所谓的正义的、所谓的好的、所谓为国家、为人民的人进来，玩命的去折磨你、侮辱你，让你所有的心思降到最低点。哎，这是他最喜欢的事儿啊。那另外，由于中国的羁押制度，是个人就抓，是个人就抓，几乎所有的看守所都是人满为患的。即使可能有的大看守所还有一些羁押的余量，但是呢，看守还是愿意把所有的犯人都尽可能塞到房间里，每一个房间，而不是松散的在所有房间里。不知道原因，可能这样监管的房间数量就会少，监管压力会小吧。啊，我反正每次去的看守所都是人满为患的，而且每一个看守所的牢房里面都是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都有，都在一起的。看守所呢，进来以后呢，我也讲了啊，是对人性人格的极大侮辱，所以进看守所就有一个全脱光衣服裸检的过程。根据每个看守所的特点不一样，裸检的时间跟裸检的过程也不一样。对，有的人就爱好啊，就在这块弄着你。那么呢，然后在外面呢，对啊，进去以后就是有的看守所不愿意说了，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东北的看守所，进去以后就脱光了，脱光了以后干嘛？一排全蹲在墙上。对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很高兴的事儿，就变态嘛啊！然后呢，裸检完了呢，里面穿上自己的衣服，外面呢是看守所统一换发的脏衣服，坎肩全是脏的，根据坎肩的号码就是你的编号。以后看守所呢就只会呼唤编号，没有名字。看守所待的时间就是这样子的，监狱里也是只有编号没有名字。戴上手铐了，穿上衣服，抱上名义上属于你的被褥，跟着管教去关押你的牢房。就这个时候，不管管教干嘛，跟人打招呼说话干什么，只要一停，你就得马上干嘛，抱着东西靠墙蹲下来，背对着管教，不让起来肯定不能起来，走了让你起再跟着起。到了牢房呢，他打开手铐进入牢房，以后都是这样的，出牢房必戴手铐，进牢房打开手铐。这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不管什么原因带你出去啊，审问呐，买东西什么都有可能，对，但是就必须是。看守所里面呢是有很多专有名词跟专属的动作的，比如说看守所里面会有一个人被管教任命为所有犯人的管理者啊，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管理者啊，叫犯罪嫌疑人嘛，这个人叫管房，对，等于是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头，叫管房，所有事他安排。看守所里上厕所不叫上厕所，叫放毛，大小便叫大毛小毛啊，要举手啊，这管房同意你上才能上，不能同意就憋着。所有的犯人每天呢都要盘着膝盖坐在这木头板床上，叫坐板啊。牢房不能叫牢房，叫号房等等，都有名字。那牢房里面所有的行为都是申请的，被允许以后才能去做，吃饭、喝水、睡觉、上厕所、刷牙、洗脸等等等等，没有管房的允许，啥都不能做，厕所都不能上啊。那至于什么吃饭呀、睡觉啊、放风啊等等这些行为，都是被管房安排好了，论资排辈进行的。论资排辈啊，几十人被关在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而这个划分都是从高到低，最基础的资源分配和工作的担当都是由高到低分配的，最底层干所有最多的活，受最大的压迫，就是这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啊，一说起床，所有的人瞬间就起来，把被子都叠好了，落在床头的这个木板的两边，就剩一个木板了。这床板就是每天所有人的生活空间。吃饭呢，就在床板上铺个塑料布啊，塑料布一铺，大家吃完了塑料布擦一下，好，拿水擦一下就收起来，第二天接着用啊，那都脏的不能再脏，上面都是大油垢，也一样。很短的时间内洗脸刷牙然后肯定只有凉水，牙齿呢，牙刷都是套在手指套的啊，怕这个拿牙刷干点啥事儿，没有牙刷棒。然后看守所呢，有的看守所呢，甚至没有洗脸池子，北京就有这样的看守所，大小便冲水那马桶，上厕所在那儿，马桶冲水，洗脸刷牙也从那儿接水，喝的水也从那儿接水，没有专门的饮水口，到那儿去还要什么人性啊？吃饭的时间都很短，饭是从牢房门口递过来，从高到级别拿手哗传过来，扔在这个塑料布上，本身就很差的食品，传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剩什么啊。牢饭不用想，看守所的饭不用想，比监狱的饭差远了，这超级差。因为什么？国家给的呀，又不用你劳动，看守所你不需要劳动，
国家养着你，国家给你花钱体检，国家给你送饭，你还能挑饭，那这饭得多恶心啊！至于白天的生活呢，除了周末，就是坐板背诵监规，盘膝坐在木板上，最起码每次半小时起步，有时候1小时才能起来活动5分钟，一天下来腿经常都伸不直，屁股沟都能做出血啊！监规干嘛？背监规就背监规，背监规，监规是啥？是监狱中的规定，给犯人的规定。那为什么看守所就要背啊？必须背，而且管房要求所有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3天内就要会背监规，背不了就有处罚措施。所以实际上中国呢就等于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先当犯罪分子给处理了。晚上呢睡觉先点名，点完名以后，所有人坐板等着点名，管教点名完了以后睡觉，然后呢在床板上铺好了被褥睡觉。这被褥呢都是越好越新的，都放给两边有身份的，中间都是越差越烂的，给底层的。等级高的人睡两头，他可以平着睡；等级差的人睡中间，没有地儿了就立着侧着睡，这叫什么？叫立板，撒着睡。你上个厕所回来，你都不一定能找着睡觉的地儿。那睡不下怎么办？能睡下，睡不下怎么办？就是床铺底下钻到底下睡。那底下怎么办？木板底下永远都是潮湿的，夏天闷热，冬天冰凉。那级别你低进来就这样啊，没有什么办法，必须去，不能睡你也得躺着啊。即使是这样，每天除了管房和等级高的这些人，剩下的人都要起来守夜。不是所有人都守夜啊，管房和等级高的绝对可以睡，一直睡，整天晚的睡，不用起来守夜。剩下的守夜，比如说4个人一波，5个人一波，每个人一波，比如看2小时。那干嘛？就夜晚的地上起来晃悠，轮着来回晃悠，就跟那行尸走肉似的，看那电影按钟点晃悠，行尸走肉。巡视完了呢，甭管1小时2小时再睡。对，这样的实际上在床上还能多点空，永远有人晃悠。现在呢，中国的看守所都是无死角24小时监控，永远都不关灯，看守所是不关灯的，根本不用巡视，其实就是为了折磨人。管教心情好的时候呢，每周可以给几次放风的时间。也就是到一个跟你这个监室牢房直接通着的小门，通着的一个面积差不多的小院子，可以在院子里转2下这监狱才是大院子大家在一块儿，看守所都是小院子，哪儿都一样。那管教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1个月都不放风，对吧？比如说查房的时候，突然间查房，所有人拿被子出去了，结果在房子里发现违禁品了。那这个管教的房子里发现违禁品，那这管教估计要吃瓜烙或者挨批评不管啥违禁品，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这管教可能就1个月都不放风。那室外这小院子虽然小，但好赖在那里能接受阳光雨露。1个月时间，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天天呢要坐板跟吃喝拉撒，对吧？如果还是闷热的夏天，大家能想象那是啥场景？私下里牢房有很多折磨人的东西什么磨牙呀，就是什么坐飞机等等，就不聊了。因为这些东西相比看守所折磨人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小巫见大巫。总之呢，就是在这儿是怎么不把人看，就怎么能不把人当人看，就把人当人看。其实呢，如果认真理解一下，为什么管教都会这么做？因为自己就是永远出不去的犯人。开篇咱就说了，我怎么可能让被我管的这些犯人舒服了呢？对。那看守所最好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钱，有钱就有一切。你有钱，直接能够打点到看守所最高层的关系，中间的关系，底层的关系都不一样。看守所打点最高层的关系，即使在北京都遇见过打点最高层的关系了，怎么办给看守所捐了1个楼住看守所这些劳改的这个机构，给劳改机构捐了个楼，那怎么办？进看守所自己住单间专门派2个犯人给伺候着，什么都不用做，看书看电视。对，这就是厉害这一层层有钱往下。那最底下呢，基础有钱的呢，也可以干嘛？进看守所自己都有一卡，自己名字的卡，往自己卡里多充钱。现在看守所跟以前不一样了特别是这10几年，有钱可以在看守所里买任何东西，洗发水、洗衣液、可乐、雪碧，甚至肯德基、麦当劳都可以买。当然价格一定比社会上贵得多。所以看守所呢，这种有钱的人给自己卡上充上钱，因为他就是买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太多钱呀。
然后牢房里公用的所有这些人，什么洗手液啊，不是洗发水啊，什么手纸啊等等啊，都包了，我花钱包了，那他的生活肯定也好，管房就给他安排在好的位置了。管教也喜欢这种犯人，因为买东西越多贵啊，中间劳改抽成啊，自己提成也应该是越多的。由于牢房里什么人都有啊，有我这种仅仅是因为违法关几天就出去的，也有这种犯了重罪的。中国的看守所挺有意思，不是按照你的情况不同关起来，就是按照岁数不同，也就是少年犯会关在一块儿，剩下的人都是杂交着的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犯了重罪的跟这轻罪都在一块儿啊，都是什么人？所以犯人之间各种交往，甚至各种交易都是随便进行的。所以可能每一次，比如我进去以后，好多人知道是违法，就能给我拜托一堆东西，让我记电话、记这个、记那个，出去跟人报平安的啊。这为啥呢？这都是家里人，对吧？捎口信儿的都有啊。那监视器也没有办法采集到犯人之间这种互相交往的行为。所以交流犯罪经验、交流上庭经验啊，甚至于传授犯罪经验，在看守所都是特别常见的。我在北京朝阳看的时候，朝阳看守所的时候，同牢房2个犯人，一个河南一个山西的，印象可深了，都是被缉毒抓的啊，怎么砸车怎么东西就聊了很多。我在那儿待了3天，这2个人就聊了3天怎么制毒啊，什么麻黄碱什么乱七八糟，怎么制毒，通过什么手续，就是他们后面聊，前面这些人就全都听着。我估计前面听完了人不会的人，理论上都能成高手了，对吧？啊，老在那儿聊，对，怎么做，交流经验，2个人都颇有心得，一听好像都是高手。所以呢，在北京有句俗话啊，看守所俗话叫因为偷根针进了看守所，出来就5毒俱全了，就是这个逻辑。因为里面天天都是在交流犯罪经验。那你出来以后，就是你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走，啥样东西都听过了。当然了，大部分人还是只关心自己的问题，犯罪经验聊也估计没什么人听啊。关心自己的问题，就是询问别人我这情况能判几年啊，有没有经验，有没有做的啊，出主意，在那胡出主意，也有自己喊冤的，哎，我其实挺傻的，我就不是这个事儿。但是呢，表面上有人听，实际上谁在意呀？对，只是有一个道理是通用的道理，都很清楚，所有人都很清楚，叫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绝不会因为你真的如实交代罪行就少判几年，反倒大部分没有掌握你全部犯罪行为的时候，你如实交代会多判几年。如果你就是一直不说，咬死牙关坚定不说，最后呢，因为很多问题不能够落实，这在司法中一定会少判你几年。所以呢，我给所有朋友提个醒儿，就如果因为什么事情遭遇了中国公检法的询问，甚至是羁押，你一定要记住了啊，中国的公检法都是职业骗子跟职业流氓，他们说的话全是假话，一句真话都没有，信的人都是蠢猪，都是傻子，一句都别信。他们说的所有话都是根据你的人性，经过他成百上千次针对不同的人总结出来的，你不是他第一个这么问的，目的只有一个，套你的话给你定罪，听明白了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什么都不说，爱说啥说啥，你想说啥说啥，他们都会对你很亲热，态度很好，感觉很和蔼，这个那个的，哎呀，说的话温暖你，我靠，全是假的，千万别信。哎呀，本着为你好的原则，给你出这主意出那主意，更别信。只要你但凡有一点信，如实交代了，绝对你没有好结果，信了就死定了啊！特别是海外这些朋友，因为中国有太多海外的这种公安的这个什么辅助站、支持站了，这里面的人更是满嘴谎话，给你放了视频解释，一句真话没有，只是都是针对你人性弱点实施的攻击啊！谢志坤怎么死也跟这有关系，信了公检法，信了纪委的一些话了，就是为了让你回国定你的罪，然后拿你或者背锅。只要你什么都不说，不搭理这些人，这些人也没法去说人话，没法定你的罪，你的家人朋友都会很平安。找你朋友找你家人说的话，你就告诉朋友家人，他们全是流氓混蛋，全是骗子，一句话都别信就行了啊！一定记住了，而且职业罪犯这帮人，因为再说一遍，他们这个当骗子当流氓不是针对你一个，他成千上万次这么干过别人，哄过别人，把别人扔进去了，所以他们对人的人性理解跟玩你们
玩似的，只要你接话一搭茬，你就死定了，就不说，什么办法都没有啊。看守所管着的这个人呢，如果不是涉及到违法，而是涉及到犯罪的这些人，违法进去就知道几天能出来，犯罪的人呢都会在里面等2个关键时间点，一个是批准逮捕的时间，一个是法院审理的时间。正常如果关了15天还没有批准逮捕，很多人就很幸福的以为证据不足要放人了，其实不是啊，关你30天、45天都可以，再批准逮捕都没问题。批准逮捕以后呢，很多人就安心的等着法院进行审理的时间啊，只要法院审理了，那就距离去监狱的时间就会不远了，很近。大家都会盼着去监狱嘛啊，只要牢房里进过监狱的人都会跟大家讲，监狱就是个小社会，每天除了工作，自由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想干嘛就干嘛，而且比较大，看守所太小了，就一个房间，永远在这待着，太压抑。那一个犯人从中国的法律，从批准逮捕了到法院审理完了去监狱的时间，按照中国的法律，多长时间可以最多在看守所里压多少？2年半，可以被公安机关、检察院多次要求补充侦查，特殊案件特殊处理，法律最高最多允许在看守所关2年半，法院再开庭审理再判决。所以呢，这2年半时间都能成中国公检法赚钱的途径了。很多案子给了钱，简单的案子给了钱就特别快开庭，特别快判了就去监狱不给钱，给钱少不满足的就在看守所待着。曾经有一个涉嫌非法集资的吴英，因为跟政府作对，所以竟然被投到看守所里，在看守所里羁押了将近2年才开庭审判的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人要真的在看守所待上2年，他这辈子基本就废了，比在监狱待上10年给精神上带来的后遗症还严重最后呢，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进了看守所以后出来以后精神都会不正常。主要是看守所有很多折磨人的手段，而且绝不打你骂你，不留伤痕。对，有的人说你看我们家人死了身上有伤，那可能就是意外。正常看守所弄你的时候都是针对你人性，不留伤痕的。比如说常见的伤势人他妈躺在那儿绑起来就铐起来，脸上蒙纸浇水，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会儿人就恍惚了让你说啥就恍惚了。还有什么？给你铐在一个很难体位上，坐在一个很小的圆凳上，上面一个铐子铐在上面，底一个铐在架子底下。你说这圆凳那么难受，你想坐地上坐不了，上面铐子蹬着；你说你想站起来站不了，底下铐子蹬着。这个待时间长了，不让你喝水，关键是一天都不让你喝水，一会儿就恍惚了。所以经常有人出去，这拉出去，半夜出去了，干嘛？审完了以后，早上起来回来，这人就恍惚的。你一看恍惚的，基本上都是这么被干过的。那你刚缓过来，接拉出去再来一次，来个3次5次，这个人精神就崩溃了。没有外伤，但是精神就崩溃了，把你精神挤压到极限。对于不坚强的人来说，在看守所待1个月，再出去了，这个人其实精神也失常就在外面就算睡觉，估计他那个人的感觉还都在看守所里面呢，就是惯性。我呢跟大家说，大家可能觉得很轻松，但是你们感受不到那么点一个狭小的空间，冬天全是霉味，夏天都是体臭，所有的人都不会经常洗手，而且很少洗澡，天天所有这些人挤在一起，夏天都是裸的，这恨不能挤在一起，饭菜都是前面的人抓在手里面直接递给你，每天都看不到太阳，天天都背诵那个监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去弄你，然后很多人呢被强制会剃了光头，对，大小便是不能自由的，你没有名字出了牢房门就被戴上手铐，而手抱头，这样的蹲在墙角，日复一日这种生活。如果你待几个月，你觉得精神是不是都会不正常？我不知道发达国家看守所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从网上知道欧洲有些国家监狱跟宾馆似的，但是至少呢，无罪推断会给很多人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自由。没有犯罪证明能够证明这个人是罪犯之前，人本来就不应该被自己纳税养活的这个政府随意的羁押，随意的折磨。当然了，在没有人有能力改变中国这种中共这种强权的统治之前，我还是希望国内的朋友能尽可能保护好自己，能够让自己怎么样安全，真的安全。如果真出事了，我希望上面讲的这些东西
能让大家在心理上有一个足够的心理准备啊。今天聊这些八卦，就跟大家让大家放放松，对吧？你看平时面对这么一个一本正经啊人模狗样的翟老师，其实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坏孩子，好吧？高兴了吧？啊，谢谢大家今天听我瞎逼逼哈。